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各位朋友好。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翟轩好，大家好。好，立刻来关注一下这个印巴开战呐，这个巴基斯坦跟印度之间的这一场战争哦，我们来看一下，从地图上面来看啊，主要是这个喀什米尔地区哦，现在目前呢就是双方啊你来我往这样子的空袭哦，印度轰巴基斯坦呢，这空袭了喀什米尔的9处哦，击落了一架巴基斯坦的战机枭龙17哦，酿成了8国平民26死46伤。那巴基斯坦的回击呢是击落了5架战机，还有1架无人机，酿成了印度是12死57伤。当然，现在目前这个受伤的人数哦，伤亡人数还在增加当中哦。但是这已经是印巴20年来这个爆发最严重的暴力冲突了。那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就讲说，现在目前已经击落了5架印度的战机跟无人机啊，而且还誓言要报复哦。那印度就说，这个他驻北京的大使馆否认，就说没有，我们没有这个飞机被击落，这是个假消息哦。但是呢，印度官方对外是讲说没有这件事情，可能是面子挂不住或是如何。但是呢，印度他们自己本身有媒体的这个匿名报道消息称哦，其实已经有3架印度的战机哦是在喀什米尔地方已经坠毁了。那其实连法国都已经证实了，就是有坠毁的消息，至少1架以上哦。那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军武哦，变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巴基斯坦的这个武力哦，就主要是跟中国大陆所采购的嘛。我们也来看一下这空对空的交锋哦。歼十 C1 战斗机哦，搭载 PL-15E 远程空对空的飞弹呐，那还有这个霹雳15的射程可以覆盖印度境内的纵深目标，具有高精度的打击能力。那最新曝光的照片显示呢，坠毁在印度的喀什米尔的这些飞机的残骸上面，其实就印有法国制造商的一些标志。那也就是说，的确是有被击落，就是印度的战机。那再来陆对空的话，其实呢，这个巴基斯坦他们也有用红旗哦，就防空系统，包含了红旗9外销版，还有防盾2000，以及红旗16F1、红旗9B1哦，还有这个歼十 C1哦，这是它主要的一个防空系统。那这个巴军呢，他们是先用红旗9的防空系统锁定了印度的标风战机哦，再把目标传给了霹雳15空对空的飞弹。所以他们这个打法哦，让这个西方傻眼，就说哦，原来这一套中国战术哦是怎么样的一个打法呢？他说，这个当标风哦发现到被红旗9飞弹锁定要摆脱的时候，真正发动攻击的是霹雳15空对空的飞弹哦，也就是说，解放军传授给巴军这一套中国战术，还有这个歼十 C 这个以及霹雳15空对空的飞弹，形成了虚虚实实的这个空军战术，明明瞄准的是红旗，但是发动的是霹雳15，所以这一套战术哦，就在这个网络上面，大家就开始讨论起来说，哦，原来这个巴基斯坦就是用了中国大陆来的这样的一套虚虚实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空军战术哦，哇，才可以成功的击退印度。因为本来感觉上面印度哦好像压倒性的优势，但是没想到这么不堪一击，这样子就立刻被反击去了。那所以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空战的规模。印巴其实发动了125架战机，有激战了1小时。那这是8国的安全的消息人员透露，这已经是近代航空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战斗之一哦。总计125架的这样的战斗机哦，可以在空中打1个多小时哦，这很难想象。这我们等一下来问将军，将军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们很难以想象。那交战的距离哦，有时超过了160公里哦，但是双方都没有离开各自的领空。那其实现在8国也很生气哦，可能现在底气也很足哦，有这么好的这个武器设备哦，说印度是点燃了地狱之火，还要扬言报复，讨回每一滴血啊。那巴基斯坦就说这个是要为烈士们的每一滴血来讨公道。那看起来这个持续在升温哦。那印度呢，现在倒是展开了外交战的一些这个
他就想要透过外交方式来降温吗？印度打击巴基斯坦，他们说是打击恐怖分子哦，随即展开了外交战，联系了美国、英国、沙国，还有阿拉伯以及日本这些国安高层哦，就说我们没有要升高局势哦，但是呢，如果8国要继续用军事来回应的话，印度将会坚决报复啊。那现在看起来，《印度时报》他们就算了一下，从5月7号开始哦，印度就已经展开大规模的这个空战演习，阵风啊、幻象2000啊、苏凯啊，通通都出现了。可是呢，也有人在讲说，没有，这可能是印度人自己驾驶上面的问题，这几台飞机、战斗机没有问题。所以总而言之啊，就是大家出乎意料，这一次巴基斯坦的反击让印度还甚至被打到要展开这个外交战哦。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中东这边哦，因为川普又有一个新的发想，就说要把波斯湾改名为阿拉伯湾。伊朗超气的，就是说此举没有法律或是地理的效力哦。那唯一的后果就是激起全体伊朗人的怒火啊！而且呢，在其实面对到也门的时候呢，虽然说现在他们讲说，好像要暂时停火，可是以色列又再度空袭了也门，那胡塞也多目标的挨轰哦，伊朗的地下弹药库也爆炸，那所以现在看起来这边中东的战火也还没有真正的平息哦，连美国的航舰这个杜鲁门号还有 F-18都有传出这个落海被袭击的消息哦。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巴基斯坦在兵力部署上比较占为，虽然它的兵力弱势，因为印度有142万的军队，巴基斯坦就70万，这大概就刚好就一半而已。所以巴基斯坦它的部署是陆军前进部署，但是它的空军呢少兵在前，多兵机动，是这样子。为了怕被第一击，它都在后方，所以它就比较安全在后方。然后多兵机动，它是保持机动。那这一次，这个巴基斯坦把印度干掉了2架标风战机，一架幻象2000，还有一架苏凯30，另外一架是米格29，总共是5架。这是巴基斯坦所宣称，而且巴基斯坦还活捉了印度的飞行员，他弹射跳伞就把他活捉。对他很看，这个巴基斯坦对印度的飞行员，他抓到了印度飞行员，对印度的飞行员非常好，善待之。他这个影片上，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那是这个样子，他的战术是这个样。他的这红旗9B哦，因为中国大陆卖给巴基斯坦的就是红旗9B是最好的，红旗9A 他没有卖，他卖红旗9B是改良型的。红旗9B的雷达比较好，那他找到了目标，搭配了空中预警机。巴基斯坦的空中预警机是中国大陆帮他做的，由运8改为空中预警机，他把这讯号链路传给空中预警，空中预警在空中看到目标，再加上这个红旗9B的这个雷达，都普勒雷达，这个都普勒雷达看到了目标，跟空中预警手看到了目标，鉴别敌我识别就是这一架，然后由歼10C发射霹雳15飞弹，是这个样，霹雳15飞弹，然后由空中预警指导变成 A 射 B 导，歼10C发射霹雳15的空对空飞弹，然后由这个运8改良型的空中预警去指导去打那一架标风战机，是这个样。所以它是有组合训练，有配套演练，巴基斯坦练过的这一套是中国大陆研究出来的，所以叫 A 射 B 导。换句话说，巴基斯坦的这个链路，空中情报的链路已经完成了。所以是这样子啊。那个毕竟这个歼10C的雷达不够，看得不够远，只能看到150公里而已。但是它挂的霹雳15可以打250公里，也是改良型的。因为中国大陆一般出口，它只出口140公里的射程，但是卖给巴基斯坦可以打到200公里，是这样。那200公里，那雷达打得比雷达很远了，雷达还没看到，那但是空中已经知道啊，所以交给空中你去引导打那个标风战机，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歼10C的雷达去锁定，然后由歼10C的霹雳15去打，那这样子，因为歼10C的毕竟的空用雷达，因为它的这个我们讲到了，它的能量不够，因为雷达非常吃电，空中的战机的雷达吃电的电量不足，所以它看的距离是有限的。同样是相位阵列雷达，但是要看它的电力 power 够不够强，是这样。那这样子，它的 A 射 B 导这方面的配套演练做到，而且它链路已经练得很好了。然后在这一方面，可能印度也比较这个大而化之，掉以轻心，在
在这个不是逆中战机的状况之下，很容易就被巴基斯坦的都柏热雷达发现了，然后又隔了边境，他们攻击又没有隔了海，所以就这样子了，一下子就损失了5架。我认为印度会克制，因为巴基斯坦他讲要叫核武部队也要准备到，换句话说，他没有完全排除，那大家都会紧张一点，因为核武的部队准备到就是说。核武的装置跟引爆装置是结合在一起，叫做核武预备哦，只是没有装到飞机或飞弹上面而已。那这个方面的话，这个局势来看，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好，来请教介老师。对，我想这一次这个战果哈，这个全世界的网民都有一点点这个热议啊，产生热议。那甚至越南的这个网民也在谈。最主要，我想这一次这个接触战哈，那么最大的亮点是在哪里？就是巴基斯坦的这个歼10C啊，把这个印度的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给打下来，而且事实上，我看大陆的这个网站上已经有这个被打下来的那个印度飞行员的被活捉的这个片子已经出来了，那躺在地上。然后呢，身上有血了，对，不过还是活着就对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大家就变成就是说都在探讨的一个就是说，标风战机还有没有前途？有没有人还要再买这款飞机？然后呢，那歼10C现声名大作，声名大噪。当然就是说，现在印度方面是还没有完全承认，因为昨天在这个 CNN 报道的时候，就说他本来报道说是中国大陆的这个飞弹，他没有讲清楚是飞弹还是怎么样，那就是说击落了3架标风。刚刚这个张先生讲是2架标风，1架这个幻想2000，那基本上都是法国的飞机啊。对，当然俄罗斯的飞机没有提啦，主要是法国的，因为法国的尤其是标风是最近才来的，而且在国际这个军武市场上是很夯的一款武器。没想到这个实战一下就被中国大陆的这个战机或者是防空系统把它连续打下2架。那所以这个在这个军武界的话，我讲还有军迷来讲是一件大事，是件大事。当然就是说歼10C的话，就是刚刚讲它主要它除了它的这个雷达系统比较优越之外，它配备的这个霹雳15也是距离比较远的。刚刚张军还有就是说还有这个空中这个预警机也加入了。那现在还有一个，我看这个外界还有一个传闻，就是说也有说那个飞机是被什么？是被这个红旗9打下来的。那甚至有说是这个美国国会已经好像提出要求要中国大陆提出去美国国会作证，然后来说明一下你这个红旗9系统是怎么把这个标风系统打下来的。对这个红旗9也很好奇，所以我觉得这一仗虽然是硬巴打那打垮了一个法国的这个标风战机，那它的达硕公司我想会遭受到股价的重创。那么打红了中国的成飞，也就是这个歼10C的生产的这个公司那当然这个歼10C事实上的话是最近才2022年我看才交给这个巴基斯坦，应该是最新型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真的是颇有远见的在这个印巴战争爆发的前3年就把最好的武器就交给巴基斯坦了，要不然的话这次很可能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怎么讲一个佳绩出现了。还有大陆的网友形容这是一个最好的直播带货，就是让他们的这个销售量恐怕接下来是看涨。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我把这个剧码稍微这个往前带一点，这个当然就是4月22号发生了恐攻之后，印度第一时间就指控巴基斯坦的政府在后面主导，所以呢双方就在边境上实控线上有交火的行为。那大家都期待就会不会像2019年一样，印度就会攻击跨界攻击巴基斯坦。那果然这个时间点就在5月7号凌晨。其实双方巴基斯坦跟印度加起来125架飞机起飞，那但是各自都在各自的领空范围内。可是呢，双方的导弹的发射的距离
直线距离来到了160公里。所以如将军所告诉我们的，其实它是一个复杂的，就是说雷达侦测，然后呢这个锁定、发射，然后导引这个过程歼10，然后呢 PL-15、霹雳15。那歼10的制造商那个成飞昨天的股价一下涨了11.85%，所以大陆这边大家对这个事实认定很清楚，因为6-0，还加上一架很大型的以色列的无人机，6-0在一个空战当中125架，然后呢，伴随着所有的相关的这些防空系统，飞机，双方都是大概现在拥有这个，就两国而言是最先进的。那但是呢，就中国大陆，它还有歼16啊，陆航空我们经常叫歼15啊，然后呢还有歼20啊，那如果6代机歼36，甚至这个歼50等等之类，后面还有更先进的。这是中国大陆的武器系统、武器平台第一次实战的测试，而取得6-0。那这个当然戏就被带歪到完全就是军事的比赛。然后呢，各位更重要的是，在印度这边它过去其实相当高的比例，7成8成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作战系统平台。但是过去这5年呢，俄罗斯在印度的军事这个武器平台当中已经降到36%，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分析。而美国的在这几年呢，快速的增加。就在4月份的时候，莫迪不是还去了这个见了川普？川普说我们会加大军购印度，然后最终会要出售 F-35什么时候出售不知道，几架也不知道。另外一方面，巴基斯坦早期的时候，巴基斯坦是有这个 F-16，它到现在还有 F-16。2019年的时候呢，就是巴基斯坦一架 F-16把印度一架飞机打下来，然后呢，美国就跟巴基斯坦说，以后在跟印度的这个交战过程当中，不准使用 F-16，因为美国要把印度当做一个制衡中国的伙伴嘛，他怎么会让你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呢，出售给巴基斯坦的 F-16？所以这次没有 F-16，通通人没有 F-16，就是这个巴基斯坦现在呢，80%都是用的中国的武器系统，所以各位。这个所谓的印巴战争，这个所谓的125架的架次的对战，6-0的战果，根本就是中美的军武的一种较劲。你虽然飞机没有被击落是美国，没有美国的，但是呢，整个武器系统以及接下来就代表的，其实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就是在南亚之间美中军武的较劲跟代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马上回来关注一下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谈判即将要展开但是看起来美国定调跟中国大陆的定调是不一样的。美国定调是一个谈判中国大陆定调说叫做接触所以看起来还没开始谈就已经有这个火药味了，而且这一次双方派出来的一边是贝森特，一边呢是何立峰就被誉为说叫做经贸沙皇、激战避险高手，所以大家说这一次的这个中美交锋精彩可期啊！这个双方现在排开来都是这个等于说是直通天听因为呢贝森特他其实也是等于说川普非常信任的一个角色那何立峰呢，则是一路跟着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被誉为是一个经贸沙皇的角色，所以双方这样子的一个碰面到底能够谈出怎么样中美第一阶段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再来看到了这个，现在川普自己反复他讲说，现在又不考虑要降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145%关税，明明之前才讲说，这不能这么高要考虑谈要往下
调降哦，但是在谈判之前他又变了，他又改口了。那所以北京看到你的改口，也讲说我们这个叫做接触，所以不会牺牲任何的原则跟立场啊。所以大陆方面的态度也是十分的强硬。那还有一些大陆专家在讲哦，我跟你接触呢，不等于谈判，也不意味着让步哦。所以不论是在他们这个内部的话语哦，跟这个定调上面，也都是释放出来。我们这一次叫做跟你接触看看，但是不代表说我们是跟你低头哦。那因此呢，看到了这个大陆商务部的定调非常精准，他就说啊，这个为什么要接触，是因为全球期待。还有呢，这个中国利益以及呢美国的老百姓求放过啊，而且说不宜期待过高。那再来看到了美国的财长啊，因为现在面临到川普的关税，因为他其实之前我们有提到说他并不赞成这个纳瓦罗提出这样的对等关税哦，所以他现在是不是有点像是收拾善后的一个角色呢？他坦言啊，其实中美之间的谈判还没有展开。他在5月7号的时候，在美国的众议院的听证会讲说还没有谈判呐，那可是他忘记他自己老板在4月24号的时候讲说，他们已经这个会面过了哦，晚一点会公布哦，所以川普等于是被这个被打脸了。那我们也来听听看这个财长哦，这个贝森特在上福斯节目的时候啊，他又结结巴巴了。China, we have not engaged in negotiations with as of yet. We had a meeting this morning, so I can't tell you. It doesn't matter who they is. We may reveal it later, but they had meetings this morning, and we've been meeting with China. 对，所以看起来，因为呢他自己会不小心说错话，所以变得面对到媒体询问的时候，就会一直结巴，怕不小心又跟川普说的不一样啊！你看一下这个主持人问他说：“就像约会一样啊，今天中美是谁先打了第一个电话？”他说：“那个呢有很多通电话，那个呢这个中美有很多接触点没有什么谁先打电话的。那没有打电话怎么接触的呢？就不知道他可能不太好说吧。而且啊，他讲说这个大陆不应该被视为发展中的国家，他现在开始在定调。中国大陆是这个世界经济第2大的经济体呀，怎么能够当成发展中国家呢？是不是也在预备一些这个谈判的筹码哟？那另外我看看这个，现在目前川普的关税使得美国在3月份的贸易逆差4.24兆，创了历史的新高，也导致他们的这个 GDP 3年来首度萎缩。而且呢，他现在这个狂课税已经让美国人受不了啦。有一些这个美国在这个上班的一些人他们就讲说疯狂加班感觉像是被轰炸一样。贸易战已经导致他们的工作像是打地鼠，完全无法休息，日以继夜，24小时都在工作，无法休假这在过去是不正常的现象，现在感觉像是被连番轰炸。那就连美国的牌子 Skechers， 我们知道这个运动鞋品牌那其实在台湾也蛮多人在购买的。它过去呢，因为是就在越南跟中国大陆设厂，这一回关税直接打到所以他担心撑不过。最近呢，这个已经90亿元卖掉了，所以等于说他已经等同被收购了，这也算是开了第一枪啦。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其实川普事实上话，他是今天我看昨天接受又访问嘛，因为他在白宫又任命了美国驻中国大陆的大使那接受记者访问，他说有记者说。这个中国大陆说是这一次贝森特跟这个何立峰的见面是因为美方提出要求，结果川普否认。川普说他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他说大陆应该去查一查他们自己的档案，他是看他们档案，看他们档案怎么写。所以川普是不承认了。所以川普什么都不承认之下，贝森特敢承认什么？什么都不敢承认，连贝森特自己知道是。这个等于贸易ABC 的最基本的知识，关税是由消费者负担这一点，他都不敢承认对不对？支支吾吾的讲来讲去，东扯西扯最后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意思说没有那么简单。那川普事实上的话，在他的记者会里面怎么讲？他说现在这些大家都来要我怎么讲？要我来豁免这个豁免那个，他说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弄简单一点。
对，所以呢，事实上川普说要弄简单，结果这个贝森特讲法又说这个东西很复杂，所以就变成我觉得他们之间啊，真的我觉得做川普的手下，这个贝森特啊，真的是太辛苦了，太辛苦。现在马斯克已经走了，马斯克事实上在前一阵子在白宫跟贝森特两个差点打架，对不对？那马斯克怎么骂贝森特？他说：“你就是索罗斯的代理人而已啊！而且你旗下管理的那个对冲基金啊，也是一个很失败的基金。所以啊，贝森特事实上的话，要跟川普啊，在1.0的时候应用的，不管是财长或者说是国务卿来讲啊，真的还是逊色很多啦。那他事实上的话，我觉得他懂这些经济哈，懂这些基金的操作，可是贸易的专业部分啊，我想他大概是相当外行，因为贸易这个部分啊，有很多的国际法的规定在里面。WTO 那一整套法令，我觉得啊，他贝森特啊，即使这个天纵英才，他这短时间他也搞不太清楚。那对大陆来讲的话，这个何立峰他做过发改委主委，这个而且他是不断的在这个基层磨练出来。然后本身学历也很惊人，对。然后呢，他又这个深得这个习近平的信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陆只是派何立峰去跟他怎么样，只是去接触一下而已的。所以呢，川普大概也清楚了，所以就是说，哎，不考虑降价，把价码又拉得很高。可他要考虑一下如果这个谈判没有什么结果出来的话，会恐慌的是美国。美国的经济现在怎么样？在面临断崖，对不对？他这个联准会已经不降息了，这个对美国来讲，我觉得川普我都觉得联准会有意让川普难看，是不是？好，来请教杨老师。其实这个他们在瑞士的会面，我觉得时间到了。一方面，美国需要谈判，他从头到尾搞这个关税，就是要大家来谈。那最主要他要打压的对象就是中国，那当然希望中国来谈。那别的国家也在拖，也在等待美国如何让中国来谈那因此我绝对相信是美国这边主动的，美国这边主动，而且一定是很多次。那中国大陆这边呢，其实也愿意谈，当然你要有一个前提，就你必须要平等的。第二个呢，你必须要就是说有两个要点。芬太尼是你美国的问题，然后呢，对等关税是不合理、公示错误也不可行的。这个我觉得何立峰一定会在这次的会面当中把它讲得很清楚，重复这个东西。当然，因为对中国大陆而言，贸易战没有赢家，所以能接住谈。那这样一个时间点，大概已经是第一阶段过去了。你记不记得，就是从4月11号那个时候，关税一下子高到145%、245%的时候，到现在刚好1个月。这1个月呢，川普就透过各种方式，你看极限压迫，然后呢也对别的国家，那别的国家都看得很清楚，两个大象在打架，这个尾巴摇来去扫到我身上，我就忍耐一下，等到你们是不是怎么进一步的发展？日本就是拖，那不是说印度老早谈好了吗？我觉得印度一定是浪太多了，所以莫迪不敢拿出来，因为他要去打巴基斯坦。因为如果拿出来，发觉印度人民发觉他浪太多，那整个名气就会衰退下去。接下来5月10号之后这1个月大概到6月10号，我觉得又是第二阶段。那也就是中美之间在相互的，就是说试探。那中国这边当然一定有所坚持，因为这个是你惹起的，你发动的，那你自己要了解你的问题，然后呢，你的一些问题的不可行，但中国这边呢，也在顶的前面全世界其实也在看，因为各国其实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如果都是单边的跟美国接触的话，那抗拒不了这个压力，所以中国大陆也了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说，好，来，我跟美国接触大家先稍安勿躁，看看我跟美国人谈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一定会让他知道川普你这个不可行，严重错误。为什么？因为美国时间不多了。美国大概到5月底6月初，它经济会大乱所以我觉得到第3阶段，大概6月10号之后美国的经济大乱，然后呢，川普就会让步。所以也许在6月7月，我现在预测了，6月7月的时候，
中美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这种共识出来，我还不敢讲协议，初步的共识，这时候各国可能大概知道怎么去面对美国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很清楚，到了6月，然后甚至到7月，美国经济大乱，川普让步，你就看到这整个所谓对等关税的大闹剧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好，请教将军。这个现在由关税战呢打到最后面，现在变成打面子战了。对，大家都要面子了。所以打了面子战呢，大家害经济都不愿意打第一个电话。其实，川普有不得不的苦衷，川普这还先要跌下头来不可，因为现在川普面对的3大障碍，第一个，现在美国是世界上第1大经济体，中国大陆是第2大经济体，中国大陆还在往上跑。那以前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的 GDP 占全世界的只有1.5%，现在中国大陆 GDP 占全世界的18%，整整增加了12倍。所以美国没有办法碾压式的对中国大陆实施经济战，它的底气不够了，因为中国大陆还在走上坡，而且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就我们讲到的制造业大国，它已经超越美国了。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是哪？中国大陆，所以它产品一直在出口。那美国还在走下坡，所以这个此起彼落，美国的底气就不够了。这是川普面临的第1大障碍。川普的第2大障碍就是英雄主义，但是英雄主义要有经济的底气来支撑啊，经济底气又不够，而且他只有4年任期，4年呐，他只能当4年呐。那现在他的时间压力就很大，有的东西、有的政策还没有搞定，4年就到了。因为这些政策弄下去的话是要时间呢，所以川普面对非常沉重的时间压力，要在4年内搞定，有的东西根本不可能。我们随便讲，我们盖个捷运都不止4年，是这个样。所以他的经济政策怎么办？时间压力压在川普身上，永远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短。那他怎么办？所以川普非常着急，非常紧张，压力非常大，夜不成寐，这是正常的，这是第2大压力。川普面临的第3大压力就是战线开太多了，对全世界都经济开战，对日本、对印度、对韩国、对台湾、对英国、对法国、对德国都在做经济上的开战，战线开太大了，不可以。他也有针对性的战场，结果他是全面作战，包括澳大利亚都得罪，是这个样啊。所以川普的这一个战线开太广，一发不可收拾，怎么样去面对？他会焦头烂额。他到现在会说，第一次用搞定15个国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搞定。川普上任100天了，这个关税政策已经1个多月了，你看看到现在为止1个国家都还没搞定，印度有点眉目而已，日本没有搞定，韩国没有，台湾影子都还没有。所以川普的战线开太大，战场开太广，到现在为止没办法一时间就控制，要置重点于中国大陆，他却没有把握这个重点。所以我们讲川普的3大障碍使他川普的底气是不够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来看全球聚焦哦，这个习普要公开一起同台了，就是在莫斯科要进行这个2战胜利日哦。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4月7号的时候呢，应该是5月7号，5月7号搭乘专机出发，那就是在凌晨的12点多抵达了莫斯科哦，所以这边也是5月8号的凌晨，那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而且是要出席这个苏联这战胜80周年的庆典。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到现场来迎接习近平的哦，就包含了俄罗斯的副总理等政府官员都是前往迎接的，甚至呢在机场就直接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那军乐团奏乐了这个中俄2国的国歌，那习近平也是这个检阅这个仪仗队哦，观看分列式。那另外呢，他们也这个聚焦，就是其实这一次习近平才刚下飞机哦，就提到了中俄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哦。作为这个世界主要大国，还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个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哦，反对这种霸权主义跟强权政治，要实践真正
真正的多边主义。那其实外媒也都在聚焦啊，等于说这个习近平跟普丁啊这样子一起盛大出席这一场这个2战的胜利日的活动，阅兵活动啊。CNN 是说，习近平作为普丁的贵宾，在胜利日的时候，阅兵前抵达了莫斯科啊。华尔街日报说，尽管美方希望与中国大陆保持密切关系哦，但是呢，习近平仍然前往莫斯科参与这个普丁的阅兵仪式。那另外还有这个众多的媒体啊，他们都在关注说，现在是不是代表着中俄双方的这个友好关系又在更进阶了？是不是对于美国来说，倍感威胁呢？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一次这个红场胜利日的阅兵哦，其实包含了像是中国、古巴、巴西、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委内瑞拉、越南这些国家都有去参加。那这个甚至呢，他们还有这个外国方队哦，这个克公有讲到，他其实这一次包含了像是中国大陆、越南、埃及哦，他们都有13个国家都有参与这一场阅兵哦，有一些方队会在这个上面展示出来，就是他们也参与这一场阅兵行动啊。那再来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普丁跟习近平他们提到2战，为什么要特别定调2战呢？因为最近在国际之间呢，好像对于2战的结果要做一些篡改，所以这个普丁就讲说，坚决不妥协的方式哦，抵制任何歪曲历史哦、篡改2战结果，来粉饰或是遗忘纳粹军国主义以及帮凶这些犯下的一些暴行哦。那习近平提到的是说，中俄作为世界主要2国，那其实呢也要一起携手捍卫2战的胜利成果。那讲这一番话哦，其实是不是川普就出来又要讲说，我也要在这个2战胜利日哦，特别来宣布一下，要在美国定为国定假日哦。他说呢，主要呢就是美国的角色，他说，我们从未居功，其他人都这么做了，那全世界盟国都在庆祝我们2战大战中的胜利哦。那唯一不庆祝的就是美国，但是呢，这场胜利是完全因为美国才实现的哦，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他也要出来表述一番。那还有这个另一方面，他好像也在释放这个讯号，在跟这个普丁拉拢关系嘛。他说啊，如果呢俄罗斯还是8国集团成员呢，现在就不会有荒谬而致命的战争了。但是俄罗斯看得很清楚啊，俄罗斯知道这个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朋友哦，而且不止俄罗斯，现在好像世界各国因着川普的贸易战更看得清楚，就是说，谁相对稳定，谁相对变来变去哦。那我们看，连扎哈罗娃提到了中国大陆的发展哦，他这段访问还是用中文来受访的哟，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的发展很厉害，上海我去过，天津、深圳、长春，很多地方去过，我还会讨价还价。对，不得不佩服啊，中文讲得真好啊，讲得真溜啊，所以他还会用中文来杀价呢，所以代表这个入境随俗哦。那再来看到了这个习近平在国内外的地位哦，我们看到这个法广有讲说，这个现在面对到川普的不确定性哦，其实习近平让中国更显得是一个负责任、可以替代美国的大国，而且在前一阵子他访问这个东协3个国家的时候，其实也强化了跟川普不同的鲜明对比。那欧盟现在也不想要跟美国赶快签协议啊，觉得说，现在签都是这种糟糕的协议，还不如呢跟中国大陆拉拢关系哦，所以他们就现在互致贺电，这个双方中欧建交50周年，看起来中俄关系也变好了。但是更让大家傻眼的是，连乌克兰现在都不相信美国了吗？乌克兰的央行行长宣布了一个消息哦，说要考虑放弃美元呐！天哪，就是连乌克兰对于美国都投下了不信任票。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刚刚看到那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中文那么的流利哈，他不是后来学的，他小时候在北京长大的，因为他爸爸是这个当时苏联派驻在中国的外交官，所以他在北京住了蛮长一段时间的，讲得真溜哦。所以这一定要从小学，所以你看他讲话不用思考的，这语言是从他的自然的这个反射动作里讲出来的，所以这个俄罗斯搞外交高明啊，他有真正的怎么样各国的通。你像这个美国这些外交官啊，说实话，还有什么中国的这个专家，天天写文章讲中国，讲一句中国人都不会讲，对，
那它都是二手资料啊，道听途说嘛，对，所以我看美国这些华府这么多智库，这么多啊，自认为哇台湾专家、中国大陆专家，真的会讲中国话能讲得好的几乎没有啊，对这些啊，你要他讲，他结结巴巴讲2句，其他都讲都不会讲得通。所以这些人怎么能才评价外国的关系呢？那尤其跟中国的关系，他们根本不了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他们的外交真的跟俄罗斯就不一样。俄罗斯事实上话，他们有个东方学院，那从这个沙俄时代就对亚洲、对这个好、对中国、对东亚所有的这些从历史、文化、政治、军事有非常彻底的这个好研究了。所以其实我想这个普丁啊，这次非常高规格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去啊，习近平主席也去这个莫斯科哈，在俄罗斯很重要的节庆里面哈，等于说啊，这个支持俄罗斯的立场。那这是因为两国就跟普丁讲说，他很早他就发觉他要发展跟中国大陆关系，原因是什么？他说利益相同。国与国之间不要随便讲什么这些情感啊什么，那不切实际的，利益相同，那就可以结合在一起。那事实上的话，2024或者之前，每次习近平跟普丁见面都会发表一个很长的一个共同宣言，那里面就是说啊，那个大概这个合作项目都有20-30项啊，而且谈得很具体。那我想习近平这一次去莫斯科啊，因为是国事访问啊。那么前2天是国事访问，我想也会发表一个非常具代表性，而且会谈到很多细节的一个共同宣言。那个一方面是盘点过去两国这个工作阶层在这个合作案上面的成绩另外一方面还会有新的项目，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未来不是说3年5年会这样子的密切我想起码10年20年都会非常的密切。好，请教杨老师。其实昨天习近平在到达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俄罗斯的就是政府的机关报，叫《俄罗斯报》Gazeta。那他的这个标题是叫做"以史为鉴，共创未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中俄之间的普习会，代表的当然也是在俄乌战争即将可能面临一个阶段，同时又面临到美国川普的关税战的时候呢，这2个国家中国跟俄罗斯再一次强化他们的全面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因为美国川普曾经说想要去联俄制中，但是呢关税又打全球，同时你又看到就是中俄之间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经济战略跟军事安全是不是还会继续合作，这是一个重点。但另外一个重点其实是这次会议不管是普丁还是习近平这边都要重新定义一个2次大战之后的历史的论述，这个很重要，也就是一种修正主义的观点。因为2次大战结束之后，冷战到现在，那是美国西方所定义2战是怎么样回事，怎么结束，以及结束之后应该怎么样。但是同样作为2个战胜国，俄罗斯、中国却是没有任何的话语权。那这一次呢，我觉得很重要。我看了习近平的这里面的内容，就第一个他反霸权主义，而且提到中国跟苏联是肩并肩打胜了法西斯的这个势力，所以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要坚持正确的2战史观。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的讲到，他提到有一段蛮长的一段，提到台湾。他说今天是台湾光复80周年，台湾回归中国2战胜利的后果跟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举到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宣言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不容挑战。无论台湾岛内的情势如何变化，外部情势如何捣乱，中国终将统一，也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挡。然后呢，对于俄罗斯支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那中方对此高度评价。
这个其实，在台湾我刚刚把它念出来，有些人可能觉得有些刺耳，但不要觉得刺耳，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也就是两岸要面对共同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这2个大国，我们刚刚还谈什么？中国的武器在这个巴基斯坦耀武扬威的，就是6-0，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成果。那也许耀武扬威这个形容词用的不对，但是这个就表示什么？这个中国的崛起，那个谁 ，Google 的前 CEO 已经说，中国是科技落后美国的时代老早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中国领导人在俄罗斯这个时间点去重新认定2战之后的国际秩序，特别关两岸跟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台湾人一定要深刻的警惕到、了解到。好，来请教将军。这个俄罗斯的红场阅兵呢，它有3大特色。这3大特色，因为它是2战胜利80周年纪念，所以它扩大在红场阅兵，邀请了13个国家有这个阅兵的方阵通过，那是分列式通过，所以它这个是展现了军事交流。那除了这13个国家有阅兵方阵之外，其他的国家没有派阅兵方阵的，俄罗斯都邀请他的驻莫斯科的军事武官通通列席。所以你看，很多穿各国的军服的这些武官、少校、中校、上校都在那边都列席，这么做，在那个当做被邀请的贵宾之一，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算是一个军事交流，让莫斯科、让普丁在这一方面，有这方面的这种阅兵上的宣扬。第二个，我认为，因为现在俄乌战争，乌克兰现在已经打了3个月了，那现在的话这个俄罗斯还在举行阅兵，那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这个俄罗斯所展现的是它的军事战略底气，所以它这个已经走到军事战略这一方面了。表示说，在俄乌战争在这个进行当中，战争在 ING， 它还可以从事阅兵，还可以在军事方面游刃有余，还可以调兵遣将，还有很多的军事筹码在手上，它还没有做展示，还没有送上俄乌战场的前线去。所以俄罗斯在这方面，还在展现它的军事战略底气还很够，不然他不要举行阅兵，因为全心全意去打俄乌战争就可以了，是这个样。所以军事战略这一方面，我认为普丁在这方面有做一个很细心的思量跟规划，所以才决定80周年2战胜利红场阅兵扩大办理，是这个样。那我认为第3个外交战略，它这个也是展现外交战略，因为从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到现在为止4个月了，他1月20号上任，那现在将近4个月了，他现在想要见普丁还没见到，想要见习近平也没有见到，结果他们2个先见到了，变这个之间这种外交战略是非常微妙的，大家你来我往这个合纵连横互相互动都在这个捷足先登，结果你看普丁就把习近平先拉过去了。而且到那边不是待1-2天，不是蜻蜓点水沾个酱油就走了，不是待4天。你看他当初这个在机场接待的时候铺那个红毯，还在教阅他的仪仗队有没有？俄国的仪仗，俄罗斯的仪仗队是这个样，这个具有外交战略的意涵在里面。结果普丁一看，这2个都没有见到，结果2个先见面了，